金融市场往往是一面镜子，反映着整个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。然而，在过去的几年里，这面镜子却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。在表面的繁荣背后，正酝酿着一场令人胆寒的金融危机。这就是即将在2024年爆发的金银贷危机。这个即将到来的危机，如同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。银行和中介机构的勾结，以及他们共同推广的金银代换房贷业务，在表面上为购房者提供了一种降低利息支出的方式，但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当这些金银贷到期无法续贷时，金融市场恐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，无疑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。房价的飞涨不仅让无数人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值，也撑起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大梁。然而，在这繁荣的背后，却隐藏着一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定时炸弹，高达10.61万亿的金银贷。据统计，2020年全国商业银行金银贷余额仅为11.54万亿。然而，短短3年时间，这一数字就飙升至22.15万亿，增长了近1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在2024年，这高达10.61万亿的金银贷将会到期，需要进行续贷。这足以说明，中国金融市场上正酝酿着一场足以撼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。究竟是什么推动了金银贷规模的如此迅猛增长？关键原因在于银行和中介机构之间的勾结，以及他们共同推广的金银代换房贷业务。这一做法表面上看似为购房者提供了一种降低利息支出的方式，但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首先是隐性收费问题。在转换房贷的过程中，中介机构会收取各种手续费和隐性费用，如过桥垫资费、空壳公司维护费等。这些无形成本的累积，实际上大幅增加了购房者的还款压力。其次是流动性风险。金银贷的期限通常较短，一般为3-5年，而房贷的期限可长达20至30年。一旦金银贷到期，购房者需要一次性归还本金，这可能导致巨大的还款压力，甚至资金链断裂。再者是法律风险。金银贷的用途是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发展，而非用于购房。将金银贷挪用于购房，违反了借款合同的约定。一旦被监管部门发现，银行有权提前收回贷款或解除合同，这将严重影响个人的信用记录。尽管监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试图防范金银贷违规流入楼市，但根本问题依旧存在。2023年末，全国商业银行金银贷余额已高达22.15万亿，相比2020年的11.54万亿，增长了近1倍。在2024年，将有高达10.61万亿的金银贷到期，需要续贷，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。我们不难想象，当这些金银贷到期后，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房价大幅下跌，抵押物评估价值骤降，许多企业和个人将无法顺利续贷，最终导致大规模违约。这不仅会给银行带来巨额不良贷款，也将牵连整个金融体系，引发系统性风险。以深圳为例，据悉，3年前投资增城而做高评高贷的买家，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受害者。由于房价暴跌，许多银行一听到是增城的房子就不敢接了，担心买家直接摆烂，导致贷款无法偿还，成为银行的坏账。还有一位深圳购房者，3年前用福田区的顶楼复式房子做了金银贷，但现在房价下跌，评估价随之下调，续贷金额与首贷相差甚远，最终找不到解决方案。若不能及时偿还，不仅会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，购房者本人也将面临房产被法拍的风险，沦为被执行人。这种情况或许只是冰山一角。据一位专门做金银贷的朋友透露，
银行整体的评估价已经下调了15%至25%。对于3年前做的经营性抵押贷款的客户，现在到期了，很多都已经难以续贷到原有额度。有些银行硬着头皮给予续贷，有的则要求客户补充资金差额。可以预见，在未来1-2年内，当大量经营贷到期后，银行将面临严峻的考验。一方面，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抵押物大幅贬值，银行难以续贷；另一方面，中小企业经营艰难，现金流紧张，也难以偿还贷款本金。这必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激增，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。与此同时，广大购房者也将遭殃。对于那些依靠经营贷换房贷降低利息的人来说，他们一旦无法续贷，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，极有可能导致房产被法拍，成为被执行人。这无疑是对他们辛苦多年积累的家庭财富的巨大打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一旦这些问题爆发，将会引发广泛的蝴蝶效应。由于经营贷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，一旦出现大规模违约，必将牵连上下游企业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引发连锁反应，从而危及整个经济的稳定运行。究竟有多少人会成为这场风暴的受害者？根据估算，2024年即将到期的10.61万亿经营贷，若无法顺利续贷，很可能引发1至2万亿元的资金缺口。这相当于一个小型经济体的 GDP 总量，足以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。不难想象，届时银行不良贷款将暴增，部分中小企业将倒闭，众多购房者将失去家园，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片恐慌。一个近10年来积累的巨大金融泡沫就此破裂，将为中国人带来空前的经济灾难。以东莞农商银行为例，其2023年度报告显示，不良贷款余额为43亿元，较去年增加14.29亿元，同比增长49.79%。这家银行解释称，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加，企业流动资金贷款、个人经营性及消费贷款、信用卡透支逾期欠息形成不良。这无疑只是冰山一角，预示着更多银行将面临不良贷款激增的困境。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经营贷危机，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其严峻的现实。根据估算，2024年即将到期的经营贷规模高达10.61万亿，如果无法顺利续贷，将造成1至2万亿元的资金缺口，相当于一个小型经济体的 GDP 总量。这无疑足以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。一旦这些问题爆发，必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激增，部分中小企业倒闭，广大购房者失去家园，整个社会陷入恐慌。这场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可能波及每一个人的利益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据悉，银行整体的房产评估价已经下调了15%至25%。对于3年前做的经营性抵押贷款的客户，很多都已经无法续贷到原有额度。有些银行只能硬着头皮给予续贷，有的则要求客户补充资金差额。可以想见，当大量经营贷到期后，银行将陷入严重的困境。一方面，抵押物大幅贬值，难以续贷；另一方面，中小企业经营艰难，也难以偿还贷款。这必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激增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。2024年，一颗定时炸弹即将引爆，到那时，谁又能幸免于难？这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和伤害。